My fellow Americans, this is Liberation Day,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April 2nd, 2025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as the day China, first row, China, 67%. That's tariffs charged to the USA, including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trade barriers. So 67%, I think you can, for the most part.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4月1号下午4点，在美国白宫玫瑰园草坪正在进行的一场美国总统的演讲。这次演讲啊，川普总统非常重视啊。几个星期之前，他就提前放出风来了啊。原本计划是安排在4月1号，但4月1号大家都知道愚人节嘛，开玩笑的。所以川普呢也担心他这么重要的演讲被国际媒体也包括现场的记者曲解，所以把这个时间就推迟了一天，安排在了4月2号。他的这次演讲的标题啊叫美国解放日，言下之意啊，就是在他上台之前，美国一直在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他要重新解放美国啊。所以啊，在这个演讲的前半部分，他主要就在讲，他说现在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只要跟美国有贸易往来的，基本都是在占美国的便宜，都是在劫掠美国、抢劫美国、强奸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都在把他们那些便宜的商品倾销到了美国，然后跟美国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顺差。他认为，凡是跟美国贸易过程中间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都是占美国的便宜。所以啊，他在前半部分就在重复着他这个国际贸易的理论啊。应该说这个理论现场的记者也比较熟悉啊，所以大家呢也没太当回事儿。结果在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川普就把他的平时打高尔夫球的球友，同时也是亿万富豪，也是现任美国商务部的部长霍华德请到了台上。请到台上之后呢，川普就拿出一个牌子来，这个牌子呢，他就说要对全世界57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个关税可高了，跟过去不一样啊！说最高50%，最低也10%几啊。这排名第一的就是一个莱索托的国家，这莱索托的国家最高50%的关税。排名第二呢，柬埔寨49%，第三好像是老挝啊，第四是越南46%。那紧随其后呢，中国那就不用说了，中国呢一直是最近几年跟美国一直打贸易战啊。本来已经加了20%的关税了，这次又直接加了34%，说中国操纵利率，然后偷美国的技术啊，所以呢加到了34%。哎，这比较冤的是什么呢？比较冤的就是美国的一些盟国啊，你比如说台湾这次呢就直接加到了32%，台湾被加税32%的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呢，台湾分成了两派。一派人就认为啊，说你看到了吗？美国这次啊，这57个国家和地区的这名单里，直接把台湾放到了国家这个栏里头，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人川普对台湾好啊，直接就把台湾当做国家了，那不就承认台湾在国际法上是一个国家的地位了？川普总统确实够哥们儿啊。但另外一派就认为这川普这不地道，为什么呢？台湾这些年对美国言听计从啊，你比如说。美国要求台湾把这个台积电放到美国去设厂，台湾就乖乖到美国去设厂。结果呢，换来了什么？换来了现在美国对台湾所有的进口商品要征收32%的关税，那这个有点冤，对不对？还有比如日本，日本是美国最铁杆的盟国了，结果呢，这次也要征收24%的关税。你想，日本前一段时间刚那个石破茂到美国去访问，跟美国就说要在美国投资1万亿美金，结果换来了。也要对日本的商品征收24%的关税。还有那以色列虽然是个小弟啊，但是长期也是跟美国是铁杆盟友，也要对它征收17%。还有瑞士这样的国家也征收30%几。川普的这个关税武器啊一出来之后，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还有更荒唐的，你比如说澳大利亚西南方向3200公里啊，它有个海外领地。这个海外领地啊，平时不引人注目，它在南极圈里头啊，叫赫德岛。这赫德岛大大小小的群岛一群啊，这赫德岛是最大的一个，有300多平方公里啊。平时这岛上没有人，主要居民就是企鹅。然后呢，这平时呢，附近的居民呢，好像是有人到那去打鱼什么之类的啊。上这个岛都需要许可证的。哎，这次57个国家和地区的目录里就有这个岛，所以有人怀疑啊，说这个川普好像这次的这个税收方案是 AI 设计出来的，要不你怎么会注意到？澳大利亚这个岛呢，一个岛平时连个常住居民都没有吗？结果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很多人就嘲笑，你看着企鹅都不干了，是吧？在企鹅身上征关税。后来有人查说那个岛啊，
去年给美国一共出口了60多万美元的这个皮革制品，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就对这个岛下手了，一下子征收20-30%的关税。还得比如说英国，英国这次的关税征收的只是10%但是英国在海外领地有一个马尔维纳斯群岛，就当年跟阿根廷打仗争夺的那个岛那个岛的主要居民也是企鹅，据说有100万只企鹅那人口大概好像就只有几千，一下子征收42%。大家这个网上就有很多人笑话，说美国这次征关税不但征到人身上了，还征到了企鹅身上。人家那有个国家的领导人就专门出来说了，这说明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片国家，没有一个地区是绝对安全的。那么有人说，那么为什么美国征收的关税那莱索托什么柬埔寨它也那么高呢？这莱索托就更奇怪了排名第一嘛，50%这个国家平时呢也不引人注目它是在非洲的南非这个国家中间，是一个非帝国。所谓的非帝国就是它这个国家四周就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南非嘛，被南非包围起来的这个国家一共只有200万人口，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但是国王也没什么权利我说国家的国民中间有1/4的成年人都有艾滋病，那你想想这国家又穷又病是吧？那么为什么这个国家排名第一呢？这里就要讲一讲了，就美国这次的关税它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就是让不同的国家搞这么高的关税它这里头有个公式，因为这个川普不是说了吗？这些国家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吗？你不都是有贸易逆差吗？所以他搞出一个关税公式来。当然我数学不太好，但是后来大家都给它简化了简化了一算，大概其就是你对美国的贸易逆差除以美国的进口额，这个数字再乘以50%，就是美国这次向你这个国家征收的关税。这莱索托为什么倒霉呢？莱索托这个国家整个 GDP 只有20亿美元据说是每年大概有3亿美元左右的外贸出口经过南非这3亿美元的出口中间，大概有45%左右呢都出口到了美国去了，主要是帮美国生产一些什么牛仔裤什么之类的。问题是这国家太穷了，根本从美国是1分钱货物不进口。那于是呢，它所有出口到美国的钱呢，全部都是贸易顺差。你贸易顺差的数字除以你贸易总额的数字，那不就是1吗？1再乘以50%，那可不就是50%的关税吗？所以你看，排名前几名的那几个国家里头都是比较穷的国家。莱索托因为特别穷，出口到美国之后呢，然后呢，他自己不进口，所以就50%。那柬埔寨也差不多没有什么进口的呀。越南也是如此越南现在每一年在美国的出口额大概是1100亿美元，贸易顺差是多少呢？大概是1000亿美元。一除，结果美国现在要从越南那个地方征收46%的关税，这是一部分紧接着，美国在白宫的网站上又公布了一个什么说明书，他讲了这次的关税呢，一共大概分为这2类。除了这个57个国家以外，这57个国家全都是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还有对美国没有贸易顺差的国家，那也要收。你比如说英国、智利，就这些国家，沙特是吧？这些国家一律收10%，过去太低了。你这个国家进入到美国的商品也得收钱。还有第三类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那这2个国家呢，过去都是跟美国有个自由贸易协定嘛。那这次呢没有收，没收是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时期美国对加拿大、对墨西哥不是声称要收25%的关税吗？那加拿大还在硬扛呢，所以这个关税继续有效，所以呢就没有收他们的。但是有人就指出来了，说这个美国好像漏了一些国家，哪些国家呢？你比如说俄罗斯他们就没收，那不应该对不对？那么当时的美国的商务部长就说了，他说之所以没有向俄罗斯收关税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中断了，没有贸易往来了，所以呢就不收了嘛。但是很快有人就统计说根本不存在这个贸易往来，事实上就是去年美俄贸易之间还有35亿美金呢，这35亿美金不低那你想想，赫德岛向美国出口一共是66万美金，你都把它列为一个关税区了，然后你要征收几十的关税，那俄罗斯向美国出口35亿美金，你怎么不收呢？还比如说朝鲜、古巴，还比如说白俄罗斯这几个国家，美国通通都没收。所以有记者就发现，说是好像是这个传统的美国的最敌对的国家都从这个名单中间豁免了。而有人就分析说川普这次之所以向俄罗斯没有收关税，
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美国前一段时间川普天天给这普京打电话嘛，所以这川普一种可能啊是通过其他途径再向普京施加压力，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这川普呢也是向普京有求于他，那不是前一段时间的和平协议吗？俄乌战争的停战协议吗？他希望普京也能听他的，所以呢就暂时没有把他列入到这么一个名单之中啊。大概其呀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应该说这个关税方案出来之后啊，全世界立刻就炸了。你想啊，这个美国啊一直是号称是自由贸易的国家啊，但是你想想，现在突然你就置 WTO 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于不顾，向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展开贸易战。过去他只对中国有贸易战，现在是向全世界开战，所以有人现在就把川普称之为美国老佛爷，什么意思？就相当于当年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当时不是向全世界所有国家宣战吗？现在人家川普也学会了啊，立刻向全世界所有国家宣战，通通都得加关税。但是啊，资本市场对美国总统川普这一套解放美国的政策好像是不太感冒啊。他的这个政策一出来，美国的华尔街的股市连续2天暴跌啊，纳斯达克这2天之内跌掉了10%，整个美国的这个股市啊，财富缩水啊，一共缩水了5万多亿美金呢。据说就是这个幅度啊，已经相当于1930年美国那次大萧条一开始啊那个股市的跌幅了啊。那么我们紧接着下来就要讲了，美国也包括川普啊，这次他为什么要突然向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要加征关税呢？这里有几个背景啊。第一个背景呢，就是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赤字啊，大家都知道，美元过去呢是世界货币嘛。布林顿森林计划之前，那美元跟这个黄金都是挂钩的，1美金后面是有多少黄金，可以给你兑付的。当然，布林顿森林体系失效之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是把美元当做了一个世界的主要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呢，世界很多国家都会储存美元货币啊。那么美国在跟这些国家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间呢，于是乎呢，很多人都用美元来结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美元的购买力非常强，美国的财富呢也非常大，于是世界上很多人都愿意把东西卖到美国去。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消费国啊，每年它的全世界的消费额大概是30%，也就是你想想，美国的人口占世界它的百分比才多少啊？大概1/20不到啊。但是呢，它消费世界的总的商品量占到了30%，那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啊。你与之对比的就是中国。中国现在 GDP 跟美国，你要说实际购买力上来讲不相上下，但是你的消费额呢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人他不储蓄的，美国人他只要是赚了钱，他基本都花掉。当然这也是因为人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啊，所以呢，大部分美国人都是用信用卡消费啊，把自己赚来的钱都花掉本国的这个商品不够，就到国外去买。再加上这些年啊，美国的这个制造业都纷纷的开始往外转移啊，全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比美国便宜嘛，源源不断的卖到美国，所以呢，美国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个贸易逆差大到什么程度呢？在疫情期间曾经达到它 GDP 的6%，现在低一点也到了4%。那么去年2024年啊，它一年的贸易逆差就是1.2万亿美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制造业的空心化。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些年它的制造业啊，是逐年的在下降。这逐年的在下降都转移到国外去了，因为过去是自由贸易的理论嘛，比较优势原则嘛，就是说美国最擅长做什么？你比如说耐克鞋，美国呢它可以做设计，可以做推广，可以做商标，但是呢，你生产耐克鞋这东西技术含量又不高，现在就都转移到中国去了啊。后来现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大概有1半的耐克鞋就转移到了越南去了。那么美国只负责设计啊、推广啊、销售啊，赚最多的那部分钱。所以呢，美国的制造业在过去的30年到50年的左右的时间，一直在向全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转移。你比如说，它的产业工人，在1979年的时候，大概还有1800万，但是现在呢，就大概只有1200万。在美国所有的工人里面呢，产业工人的数量就大概只占到了8%。所以这个美国的制造业的空心化就非常严重。那川普就说了，他说这就是说导致个什么结果呢？导致美国对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依赖度特别强。
你就比如说，那中国现在的制造啊，大概占到了全球的35%，而美国只占到了17%。那么美国你大量的产品需要依靠从中国进口，那你可不就是经济上没有什么独立性了吗？尤其是中国这种国家跟美国还有战略竞争关系，万一哪天打起来了，那你美国的商品都依赖于中国，那你的经济主权就不存在了。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他说要重新夺回经济主权。这是这次川普他这个推出这次所谓关税计划的3大理由。第一个就是关税逆差，第二个就是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第三呢就是要让美国重新夺回经济主权。那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讲一讲，按道理来讲，这美国总统其实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他怎么一夜之间能够通过这么大的一个关税计划呢？这里就要讲了一个背景了，就川普这次他不是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增加关税的。其实美国总统其实在关税这个层面上，他的权力有限。你要真的大规模增加关税，得通过美国参众两院。那这个其实你要跟美国的这个反对党去讨价还价嘛。但这一次川普不是，川普是利用了美国1977年通过的一个紧急状态法律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是美国认为这种行为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总统就可以宣布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那国家进入到紧急状态之后呢，他就不需要跟参众两院打招呼了，美国总统就直接可以制定这个政策呢，出台大规模的这个关税提升计划。所以美国历史上如此大的一次关税提升计划，其实并没有经过美国参众两院的这么一个批准过程，就是川普通过宣布美国进入到国家经济紧急状态之下，就直接宣布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可以看到了吗？川普这次的执政团队他不按照常理出牌那紧接着我们就来讲一下那么川普这次几乎向所有的国家发动贸易战，那接下来就有可能发生的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呢？那首先川普这次宣布大规模的提高关税他其实也并不是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提高关税，他也是把这当做一个外交的工具，要求这些国家跟他自己进行谈判。因为他讲了嘛，他说这些国家对美国征收很高的关税，而美国对这个国家征收比较低的关税，不公平，要对等嘛，所以他提高关税嘛。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你们把关税降低了，那我也可以给你降低。你就比如说以色列过去只有对美国有2%的这个商品收了比较高的关税，所以呢，这川普一提出来之后，以色列就说，那我们现在跟美国马上把关税降下来，所有美国的商品我们都不收关税了，0比0，大家都不收关税的。所以这种国家呢，可能会有一大批。你比如说现在的以色列你比如说还有这个越南现在也怂了。就马上宣布跟美国说，那我们对美国那过去收的那些30%几的关税，我们马上都停，我们也不收了，跟美国开始谈。据说是现在邀请川普到越南去访问这是一大类。应该说这一类的国家并不少，愿意跟美国进行关税方面的谈判另外一大类呢，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不服。因为当时4月2号，美国不是宣布对中国加征34%的关税吗？4月3号这一天，中国的商务部就开始反制，要对美国进行对等报复。你美国不是向我中国收了34%的关税吗？那中国也要对美国的商品征收34%的额外关税，不服就干同时呢，还说了要对美国11家企业进行特别调查，进行管制，就这些企业的商品不能进入到中国。与此同时呢，还有更狠的，说有7种稀土元素进行管制，不能出口到美国。这实际上也是精准打击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这个稀土资源它比较少，中国呢占据了全世界大部分稀土方面的这个资源而这个稀土现在在这种军事领域内、高科技领域内它实际还是不可或缺的。那中国现在要禁止美国从中国进口这个稀土的原材料就等于要掐美国的脖子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嘛，中国现在跟美国是硬刚，这是一派除了中国以外，现在欧盟也是坚决不妥协，因为中国和欧盟现在都说了，要对美国这种单方面提高关税的方面呢，要向 WTO 来申诉，说美国已经违反了 WTO 的这样的一个协定了与此同时呢，还说了，如果要是美国跟欧洲谈不好的话，欧洲也准备对美国进行对等报复。
你美国向欧洲你征收20%，我们也要对美国进行征收20%，这也是比较强硬的一派。当然了，还有一些国家在观望啊。你像这个莱索托，那就一脸无辜，说你们这个大国之间的竞标，把我们这些小国都给裹进去了。我们有什么？我们非常无辜，一共一年向美国出口的就2-3亿，你让我们跟美国咋谈呢？对不对？你让我们从美国买商品，我们也买不起啊，对不对？你包括澳大利亚那企鹅，据说也都不干了，是吧？烧特斯拉啊什么之类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川普现在搞的这个政策，他刚才不是讲了吗？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也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第二个目的呢是希望能够让美国的制造业的回流，是吧？我们先分析分析这2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在我看来啊，还要想实现美国这个贸易逆差问题啊，它其实不太可能。你虽然说把关税提高到对等的标准，你要么拉高到中美之间你都是高关税，要么呢你像以色列和美国之间都是零关税，包括跟越南。那么这个你能解决的是关税对等，但是你能解决贸易逆差吗？在我看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你就比如说越南，越南现在一年向美国出口大概1100亿美元的货物啊，然后从美国进口呢100亿。越南现在人均 GDP 3000美元，那大概只相当于中国的1/4。那你想想，那相当于20年前的中国吗？20年前的中国大家还记得吗？天天跟美国谈最惠国待遇，为什么？特别担心美国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因为中国当时就是想把货物运到美国去，相反从美国买东西买不起，买了之后国内没人买，消费不了。所以现在的越南其实就是20年前的中国。你就算越南把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降到了零关税，越南人现在也买不起美国的商品，你更不用说像莱索托这种国家了。莱索托这种国家，那人均 GDP 只有300美金，你让他从美国去买商品，那你不是要逼死他吗？所以你这个加关税的举动，你虽然可以解决对等问题，但是实际上解决不了贸易逆差问题。贸易逆差问题本质上来讲是由于美元它作为一个世界货币这么一个特殊的体系决定的，也是由于美国长期以来作为一个消费大国，它消费了超过了它 GDP 本身创造的这个资产的这种局面导致的。就美国在一年创造的 GDP 的数量，实际上是低于它的消费数量的。这个低于消费数量的差额来源于哪呢？来源于贸易逆差，来源于从其他国家购买的这种便宜的商品。这个解决不了，至少现在来看，我个人认为这个加关税的方案实际上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那个加关税的方案它也有一些后续的副作用，你比如说那耶鲁大学就有一个模型计算了，加关税你最终是要由谁来承担呢？肯定是美国的消费者来承担，对吧？就是低收入家庭一年要增加1900美金的这个支出，中等家庭要增加到2300美金，高收入的家庭要增加到5400美金。因为你这个关税进入到美国之后，是由美国的这个供应商来交给美国政府嘛，然后呢就卖给消费者嘛，卖给消费者之后，那如果在美国有人买有人赚，那个供应商就干了；如果要是消费者都不买了，那这个商品就退出美国了嘛。最终还是由美国的消费者来承担这个税负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加关税，最终相当于在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身上去加税，那么有可能是给美国政府增加一些财政收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美国的制造业有没有可能回流，因为这是川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就是通过加关税，你不是说这个东西你在美国生产贵吗？然后呢你就从国外去买吗？那我把你国外的这个商品的税收给你加上去了，那你就回到美国去生产了嘛。美国可能会重新回到制造业大国的这么一个局面啊。但这个实际上也挺困难的。为什么挺困难的？现在美国啊这个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它的产业工人啊年平均收入大概是9万美元，那你跟中国那就完全没法比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啊，你美国现在的产业工人的数字也在大规模的下降。产业工人呢，不是说你今天想要雇佣，你就可以立刻在市场找得到，它还是有一些技术门槛的。你要想找到足额的产业工人，可能需要10年甚至1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培养起来。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在美国设厂的话，想找到足额的工人进入到台积电去工作，就是找不到嘛。所以台积电在美国现在就把那个工人没有任何经验的人招上来，花2年的时间送到台湾去培训。所以你就知道，产业工人他的供给是有一定的滞后周期的。你要想在美国建构起来一个重新的产业集群，不是一天半载能搞成的。而相比之下，美国今天市场环境也好，税收环境也好，也包括其他的整体的这个产业环境啊，都跟那些制造业大国的国家没法相比。比如说跟中国，你就比如说特斯拉，特斯拉它现在的那个超级工厂，大家都知道，生产量最高的是上海的超级工厂，但上海的超级工厂一共只有2000名工人，但是特斯拉在美国的超级工厂呢，德州的超级工厂呢，有将近2万名工人，要高10倍。那你想想，他们之间的产量还是上海的工厂人更多，美国的工厂产量更低，但是劳动力的数量却是上海的将近10倍，什么原因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美国的市场环境，你比如说它工会，是不是？你必须要雇这么多人，然后你比如说美国的那个产业评估政策等等吧，导致今天在美国要想重构类似于像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大国的国家，已经不太可能了。更何况今天的中国已经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崛起了，它的制造能力是全球的35%，一个国家的制造能力已经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再加上韩国这几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只占全球制造业份额的17%，就是你要想扭转这个推势的话，光靠加关税是很难形成的，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制造业的过程中只有劳动力成本这一项，你如果没有一个产业集群，你要想在美国重构制造业，在我看来困难重重。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但是加关税有可能带来一个中美2个国家之间很难脱钩。我觉得脱钩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毕竟是这世界上2大经济实体啊，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第2啊。而过去现在虽然不是这个互相之间的第1大贸易伙伴了，也都是第2大啊，每年的这个贸易金额比例都是在4-5千亿的这个水平上啊。但是如果这个加关税双方各自叫板，比如说都加到了50%左右的水平，因为美国现在这次给中国加了34%，前一段时期那个贸易战的时候加到了20%，加起来54%。那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中美2个国家经济上的联系会渐行渐远，你很难叫脱钩，但可能叫去风险化。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会下降，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度也在下降。但是呢，它可能很难达到前一段时期的那个所谓的美国的制造业回流的那么一个目标。你比如说，美国在过去几年跟中国不是在搞贸易战吗？给中国加关税吗？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量啊，跟高峰时期是降低了25%，降低了1-2千亿美元。但是美国对越南、对墨西哥进口额在大幅的上涨，有的是通过转口贸易转了一圈又到了美国，有的是产业转移到了这个国家。但是你看这个结果，那制造业回到美国了吗？也并没有啊。所以啊，在我看来，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啊，要想实现他的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更加有意思的是，就是特朗普啊，他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导致整个资本市场啊，对整个未来的经济呢是充满了悲观的预期。这也是啊，资本市场在上一周啊暴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句话，世界正在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因为我们有川普，也有习近平，所以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有可能发生什么，我们可能都没办法预测。那么未来的世界会怎么样？那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And for these reasons, starting tomorrow,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mplement reciprocal tariffs on other nations. China, first row. China, 67%. That's tariffs charged to the USA, including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trade barriers. So they want to pay the tariffs, and the way they're not paying it is to build their plant here. So we're going to go from almost no percentage. We used to have 100% of the chip market. Now it's all in Taiwan. Almost all of it's in Taiwan. A couple of other countries, but mostly in Taiwan. And think of it, Vienna.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everyone. There will never have been a transformation of a country like the transformation that's already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think you're going to remember today it's going to be a free nation that we're dealing with.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free and beautiful nation. It's going to be Liberation Day in America, and it's going to be a day that hopefully